朋友们，大家好。就在这两天，德国媒体以及其他西方媒体纷纷报道，大量德国高端品牌的汽车，比如说保时捷、奔驰、奥迪等等，以及美国自己的品牌福特，因为在美国之外生产的，所以呢被美国海关扣押。目前没有具体数目，有的媒体说有上万辆，有的媒体说好几千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汽车里面被怀疑含有中国新疆生产的汽车零件。至于什么零件，美国方面没有具体说明。从这件最新发生的事情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的钳制和打压，强迫盟友与中国脱钩断链，每天都达到新高度。我真的非常佩服美国人打出的完美的组合拳。打开各西方媒体，全是铺天盖地的关于汽车被扣押的新闻，然后赫然写着因为牵涉新疆强迫劳动。现在的西方已经到了不需要任何证明直接判死刑的地步了。就像昨天你看俄罗斯反对派那个所谓领导人纳瓦尼，他在监狱里面死亡了，对吧？西方直接说是普京谋杀的一样。通过他们西方媒体的配合，让西方民众也深信就这么回事。于是呢，西方的民间对普京、对俄罗斯的仇恨又加深了一步。可见啊，西方的道德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西方媒体配合某一大国糊弄他们的人民，易如反掌。那为什么说是这个某大国打出的完美的组合拳呢？因为啊，这个某大国啊，会花几年的时间，甚至数年的时间做铺垫，也就是所谓的前戏，与他们哪个政党的人当总统没有关系。比如炮制所谓新疆种族灭绝以及强迫劳动这种把戏，很遗憾，从无中生有到硬是被这个某大国以及他那些傀儡国变成在他们国家人民当中已经成了既有事实。因此2022年6月，这个国家在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协作下，顺利通过了所谓新疆法案，也就是说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而这个法案现在2024年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也是该国海关奉旨扣押德国高端汽车以及美国福特汽车的原因。据说啊，汽车里有个小小的中国新疆制造的这汽车零件，所以整部汽车都有可能违反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可见他们钳制中国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再联系到这几天德国媒体大肆炒作，因为比如说德国化工集团巴斯夫以及德国大众汽车在新疆的股份以及自己的工厂可能参与镇压维吾尔人或牵涉强迫劳动的问题，硬是把德国这巴斯夫公司打发下来了。最后呢，巴斯夫只能贱卖在新疆的股份。同时德国政治啊，还有媒体现在也加大了对大众汽车的讨伐。如果不出意外，估计大众汽车也会关闭其在新疆的工厂。虽然损失的都是德国企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好执行那个主子的旨意，即与中国脱钩断链，利用舆论强迫德国企业撤出新疆，以及现在美方声称进口车里有所谓的新疆强迫劳动生产出来汽车零件，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某大国终极目标服务的，那就是通过与中国脱钩断链来达到钳制以及打压中国的目的，不让中国超过它，那么这样它就可以永保霸权了。今天德国《世界报》还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中国何时超美？其中该文说啊，以前大家都认为中国超美就是近几年的事情了，但是目前看来，或许中国永远无法超过美国。他用了永远不这个词，这也是西方舆论战配合唱衰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过去呢一年多以来，德国各媒体一直都在唱衰中国，说中国的经济有多么的糟糕，中国经济萎缩，人口萎缩，什么中国通货紧缩，还有中国房地产危机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中国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他们完全无视，比如说中国去年 GDP 成长了 5.2%， 而德国呢萎缩了 0.3%。萎缩了他们不说，
而中国成长5.2%，被说成中国陷入了深深的经济危机。当然了啊，如果美国的霸权继续存在，只要开动它的印钞机，然后提高债务上限，最后呢，把通胀转嫁给全世界，同时它的 GDP 表面上嗖往上升，对吧？这是近2年你看中美两国 GDP 又拉开了距离的主要原因。其实美国的所谓 GDP 强劲增长，有点像皇帝新衣的意思。当然，只要全世界人民相信，那么那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就可以继续下去。朋友们，我认为啊，中国超不超美，何时超美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一定要保持发展的势头，让老百姓真的能够享受红利，有获得感，这才是更重要的。而且只要中国不断发展，总有一天那个国家肯定会被中国超过。另外呢，人家硬是要与中国对着干，中国除了被动应对外，好像还手的机会不多。毕竟啊，综合来看，目前貌似中国处于劣势。那现在中国真的任人宰割了吗？不是说少了中国的某些稀土，对方的 F-35以及一些高端的武器就很难制造出来吗？那为何不完全禁止这些稀土的出口呢？对欧盟也一样，至少德国是极其依赖中国稀土的，没有中国稀土，德国的电动汽车工业以及能源转型就会成为笑话。说到能源转型，欧盟现在正在考虑对中国光伏产品，因为它在新疆制造，与强迫劳动以及人权有关，所以呢，欧盟打算禁止这些产品，也就是光伏产品进入欧盟。各位，大家看见了吧？美欧西方就是在这些关键产业与中国脱钩断链，而新疆只不过是一个炮制出来借口，因为现在呢不是殖民时代了，现在他们打压中国需要一个所谓正当的理由，不管它是不是莫须有的。所以我认为啊，中国应该考虑，人家真的不想跟你玩了，你是继续低声下气的厚着脸皮讨好人家，还是拿出有杀伤力的武器出来，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西方讲的是实力，如果你跟他讲道理，他认为你是软弱没有实力的表现。西方经常说啊，该脱钩的地方就脱钩，该与中国合作的地方才与中国合作。你们看，这说的是人话吗？凭什么你想脱钩就脱钩，然后你需要中国跟你合作的地方，中国就必须跟你合作吗？凭什么中国就得与你合作呢？想老死不相往来的是你们西方，而不是中国。这么说话的人其实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种族主义者。如果西方真的想与中国脱钩，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两败俱伤。西方可以自己提炼稀土啊，可以自己生产光伏产品啊，可以自己生产汽车电池啊，对不对？等等等等，你们都自己生产嘛。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可以说，到时西方的通胀会更严重，那老百姓的生活会直线下降。相反，中国可以生产任何东西，真的是任何东西，而且成本更低、更便宜。除了不能出口那么多到西方国家外，中国人难道就活不下去了吗？当然，产品肯定比以前卖的更少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会暂时下降。但退一万步说，以前中国闭关锁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是一样也活过来了吗？况且你西方这10亿人不跟中国玩了，除了他们自己不得不接受损失之外，世界上还有近60亿人呢，他们可以与中国来往。可能挣的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人更舒心了，因为中国不用天天看着西方那张嚣张的像母夜叉般丑陋的脸。既然你这个某大国想与中国脱钩断链，打压遏制中国，那么中国完全可以不买你的那个大豆小麦呀，而可以从巴西购买，对不对？你不卖我高端芯片，我也可以不买你波音飞机啊，更不买你的美元国债。反正现在是越来越多与其他国家进行货币互换，或者是今后呢可以考虑物交换，反正就是尽量避开美元，这样就尽可能减少被割韭菜的几率。朋友们，最后呢有件事情让我忧心忡忡，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妄议国家大事，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
但是我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那就是呢，现在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完全开放，我一直认为啊，这方面的风险太大了。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出的承诺之一，但是你看人家这个所谓某大国可以随时架空世贸组织，对吧？而且他们无所谓，中国为何一定要全部照章办事呢？可不可以向这个某大国学习，也可以找出某个原因，把西方敌对国家的金融机构完全排除在外呢？比如中国也可以学习这个某大国，颁布一个所谓的，比如说啊，某大国对阿富汗平民屠杀法案，中国怀疑这个国家金融机构帮助这个某大国的政府对阿富汗平民进行屠杀，这样中国不得不把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排除在中国之外，这叫以牙还牙，对不对？同样也可以针对欧洲以及日本、韩国等傀儡国家。如果中国全资开放金融市场，华尔街那帮人啊，他们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啊！他们经验丰富，手段繁多，而且资本雄厚，完全可以用钱到时买通国内一些见钱眼开的掌握资源的人，到时割中文韭菜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对不对？昨天我看见台湾有位非常有见地的精英，叫王梦圆博士，他对这个问题呢讲得非常的深入。他说全资开放美资投银是中国历史性错误。我认为这绝非耸人听闻。大家如果有兴趣去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看看他被邀请作为嘉宾出镜的那期节目。总之，从最近西方又大肆炒作新疆问题，可以看出他们是铁了心的要与中国为敌，与中国脱钩断裂。中国人真的不要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我认为这绝非制度之争，而是种族以及与谁将做世界老大之争。这是考验中国人智慧和韧性的时候。像你我作为普通老百姓，个人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尽量支持国货以及友好国家的产品。平时在网上可以发布一些对国家的发展有建设性的意见，政治方面的东西，相信国家可以处理得更好。他们一定能够听取一些老百姓的声音以及意见，对一些确实有建设性的意见以及建议，他们也能够采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